快手。我的个人建议还是，我认为他们应该去拿出自己的绝活。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个点、每个位置上，他拿的舒服的、打的舒服的英雄选出来会好一点。对，如果是凯的话，凯这个英雄跟鲁班父子他们两之间都需要联动。就我要干啥的话，我特别吃队友。但是像那种单兵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英雄，就比较吃选手个人发挥了。对。那看这把的话，在蓝色方长安 UUG 的话是搬掉了鲁班大师，然后紧接着把沈梦溪给搬掉了，而苏州快手的话则是把杨戬和裴擒虎搬了，这样镜就放出来了。上一把的话是搬掉了镜，但是这把海月又出来了，对吧？你上把搬海月，我直接把镜搬了，但这把有海月，我可以放你镜，你敢一楼选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走过最长的路，抢太乙，太乙跟鲁班大师有点像啊，攻防兼备的英雄，特别考验游子位。他把太乙选出来的话，一定程度的是苏州快手这边凯你到底选不选？然后你凯可能不是很好选，选凯的话我就是孙尚香。然后如果你要是张良的话，你也不是很好选，因为我已经有太乙了。如果你张良的话，我就是孙尚香加乙。是的，他这个太乙也有可能会直接配润润玩的比较多的原射。他原射跟孙尚香都是用的次数比较多。快手的话，他把打野先藏了一下，没有先出。好，还是选择了孙尚香。那孙尚香面对到空环儿也确实有点不好打的。但夏洛特对线黄铁的话，前期烈一点，后边会越来越好打。这把看快手他的法师位跟打野位，他优先选哪个了？法师位的话，长耳法师如果在这个点选出来，那还是有的，像嬴政这种。但如果放到后边的话，应该要被ban掉了。先选打野飞，句号再来一把野核。那这把有机会见到流浪的安琪拉呀。今天的2位打野选手都是野核属性比较强的选手，而句号的话已经拿了2把野核了。上一把的话，云林是拿了一个凯，然后镜是被ban掉了，然后在中路的位置，刚刚潇洒也点了，看看能不能拿得到。中位置快手先选嘛。那我觉得 UG 得处理掉一些流浪的长手法师，但是你去管长手法师的话，那可能安琪拉这种英雄就放给流浪了，而且流浪又特别喜欢玩，他跟飞做配合，压你的斩杀线是一瞬间的事儿。目前给我感觉，昨天那个兰陵王加飞是真的效果很好。对啊，两个人都有后续的伤害，而且爆发都很高。就是飞这个英雄最喜欢的就是团队里面有人帮他压状态了。你比如说这把的话，女娲你放出来了，中后期女娲一炮，那飞可以进场收割了。然后刚刚提到的流浪的这个安琪拉，在本赛季是他所有英雄里面出场次数最多的，拿了7次，赢了6次。快手是ban掉了海诺 ，UG ban掉了一个开团射手妖刀的绝活，后羿不管中单了。不是火舞，看 UG， 艾琳，那这样有安琪拉又有嬴政，看快手怎么选了，或者他不着急。红叶最多情，先拿公孙离，一舞寄相思。公孙离配空玩也没问题，这个阵容打起来的话，就是没有什么后排需要保的，刻意去保的，就是自保能力都比较强，大家就想办法去切 UG 的核心位就好了。其实这2把感觉本质上还是一样的，都是润润团战怎么活的问题，有没有输出环境的问题。为止哥知道，圆坦做拆火，圆坦打飞还行啊，但是他们的阵容强度足不足以支撑进飞的野区就是个问题了。小乔。一切进场的英雄，小乔的大招都能够打得到。对，然后同时小乔也是老理解了打公孙离，再加上小乔有一手控，他会多个控能做拆火。快手选了个真机，快手这个真机选出来，给我的感觉是他要把它放下路，让公孙离走中了呀。是做一个换线，他没有选，既没有选安琪拉，也没有选嬴政这种，选了个真机，也是一个耗血能力比较强的英雄。真机这是流浪在这个赛季的第4把，前面3把拿出来的话只赢了1次，但是这把的话，他选真机到前期来讲的话，他应该就只会把它放在发育路。是的，一定要让空玩家公孙离，然后帮助狂铁这条线去压制一下阿蛋的夏洛特。但有个问题就是他放发育路，然后公孙离来中了，那飞过来吃经济的时候，他就吃的没有之前那么舒服了。对的，公孙离总不可能完全给他放线，帮他打残，但真机可以。那飞就去吃下路。这把发育路开，
上路够强，中路够硬，好像可以。对啊，直接从边线开，从发育发育路开完了之后拿个红绳就跑。他自家野区也不会受影响，因为对左边这套阵容上路还是就是你夏洛特嘛，对吧？因为我上路是狂铁，你上路是夏洛特，虽然你是个原坦，但是你上路的强度不够高，所以至于他这套阵容也不是很好进野区。而公孙离加空空儿的话，因为空空儿还有个传送在，而且原坦云离在这个赛季也第一次玩，他们队基本上之前都是玩原射的，对，这把也是看对面有很多进攻点，他选了一个做拆的，而且对位上他打飞，主要是这把能稳得住，他就好打。如果稳不住野区崩了，那就跟上一把的裴擒虎打凯一样，那裴擒虎根本就不怕你。UG， 而且 UG 这把的话，他也是给自己的双边做了2个比较大的核，然后中路的话也是个大核，就是拖到后面的话，它是一个3核心很明显的阵容。还是，刚刚他们的教练说的那样，前期尽可能先发育，保住每条线上，稳住每条线上的经济。对，就是你一支新军的话，过来跟 KPL 的一些 S 组的老队伍和老选手们去打前中期，确实是在经验上有一些匮乏，你没有办法保证你在前期打出的优势，你能够一直稳住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2局，蓝色方是长山 UG， 红色方是苏州快手，我是九瓶子，我是解说潇洒，看一下双方的前期换线的情况。公孙离走中了。一开始阿蛋并没有办法在上路去跟罗波的狂铁抢线权，所以他也是帮助自己家打野云离蓝 buff 开。中路太乙真人过来帮小乔抢中的话，那公孙离即便是开了狂暴，也不是很好去抢这波线权。主要太乙刷新技能了，对，一直追着你人炸。到了 S 组之后，长山 UUG 目前唯一赢下的一个小局，就是阿蛋的那头夏洛特打 TDG 的时候。他这把夏洛特发育起来，到后边打收割团会比较厉害。对，他这把夏洛特的环境还挺好用的，因为打团第一时间没有人会去针对这个夏洛特，所有人都会冲着孙尚香去。罗波这个赛季使用狂铁是5战4胜啊，仅输了1个小局，整场占比是37.1%，同英雄排名第1。他这个数值比较突出的是成伤啊，这把的定位其实也是一样的，这个阵容没有比较合格的前排，那就只能是狂铁了。没错。这个赛季罗波的每死成伤是44068，而阿蛋的话，他的每死成伤是37169，还是有一些差距的。但是我们其实，在今天比赛赛前就说了嘛，今天这2条边，一个是润润，一个是罗波，他俩在今天的比赛被一血率都比较高，所以今天快手再加上罗波打的又是目前在对抗路拿了7次对抗路 MVP 数量排在第1的阿蛋。所以快手是可以更多的去帮助罗波这条线去压制阿蛋，就有点像以前打老干爹的味道。对，摁着你的发力点，让你起不来。这把小鹿是看好 UG， 快手这边是居居跟老王。还是要看一下长山 UG 到底能不能执行出 DZC 教练说的那样，在前期少碰撞。他前期只要能小赚就小赚，赚不了我就发育就好了。左边就是一套发育的阵容，对，就是给快手一定的进攻压力。说白了，快手这边至于他怎么去破局，那就看 UG 有没有一些提前量去做一些反蹲。对，而且在这个赛季的话，长山 UG 他们在15到20分钟的胜率有80%，但是在这之前10到15分钟只有10%。就他们的场均落败时长的话，也就在14分48秒。那这种数据基本上就是他们在前中期崩掉了。这把也是看他们能不能稳得住了。对，如果能稳住，真的拖到15分钟往后，这个阵容容错率又高，伤害又高，输出点也多。打右边的阵容甚至还有一定的 counter 作用。所以站在主教练的逻辑上来讲的话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他选的阵容是好打右边的阵容，但是他能不能拖到他的发力期？这是一个问题，这就是上一把苏州快手他们的小节奏实在太多了，那种小节奏围绕着当时流浪的西施去展开的。这把流浪拿的英雄就比较慢了，这英雄是一个团战英雄，他不是一个出节奏能力特别强的法师。这把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在子阳的这种传送身上，这个传送空空儿到底有没有什么说法？那就是配合飞从这个野区
瞬间完成3包1，对，就线上1打1的情况之下，然后突然传过来一个，然后野区再飞出来一个飞，瞬间3包1。因为空空儿传下来之后的突脸能力是很强的，对他有大招能留人，他的位移也多。马上要动龙了，这条龙的话，哎，上路能打断吗？没技能，那就是你先传，我后传。这条龙不让啊！闪现2技能追，但是1技能没炸到啊。是的，没炸到的话就只能往回跑了。空空儿3种长先转起来，效果还先给一波劝退，不是很好，真机也没大，那小 UG 还有乔也没大机会啊。UG 这边也是中伏把闪现都给交掉了，这条龙也没有人敢先手去摸了。中路的线被 UG 给理了过去，而下路的线是被妖刀给理了过去。孙二香要去吃下线。这条龙圆坦从下侧的位置跟太真想要去抢做拼抢，但是这是飞啊。对，飞一个大招，最终是被太真拿了。大招的第2段放的有点早了，没斩掉。是的，没斩掉，怕被留。说白了，野河在这个点儿跟这个圆坦打架还是怕被留。是的，着急忙慌的。这比较难见到哈，飞没有能够御化龙。但是龙越到后面越好御化，第一条龙第一条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御化的，需要队友帮你补伤害。是，巨化刚刚是把贴到龙身上之后大招惩击再接第2段大，但那个中间点需要有人再帮他补一点伤害才行。他大招第2段斩完之后，那个龙最终还剩下一点点血量，被太乙抢了，能剩多少呢？也没多少，是的，就差那么一点儿。那这样 UOG 开始做换节奏，下1塔放了，然后往上路打，推一座塔。不过快手的目标肯定不只是下1塔，他下1塔拔完之后，紧接着就是后边策划你的红区，是的，去控孙二香红 buff 了。但是在野区打架的话，如果快手这边的真机前置伤害铺的不够满，我觉得 UOG 是完全能守的这个阵容。瑞瑞的经济很高，哎，但他也又上去了一波，不过被公孙离推回来了，还行啊。他没闪的2塔不要了吗？第一时间没人去，下侧都带了波线，并没有传下。对，2塔还被2塔吃了一波线，一流。2塔也被罗波打到了半血以下。6分钟了，一血还没有爆发。那 UOG 他们刚刚复盘的局间复盘的一些内容还是奏效了的。这把就稳住，上把没有稳住的地方，他这把就只要稳住了就有机会赢。3线后期英雄，而且这个夏洛特在这局比赛团战层面来讲的话，快手有点管不住他。他就切公孙离可能会费点劲嘛，但公孙离一般都会先手上去打消耗，交一部分技能。他后手进场去盯公孙离也算可以了。对。对吧？把经济拖起来是 UOG 后期的局。目前来看，快手没有这种大范围的进攻啊，打得比较强势的这种行为，还是让 UOG 正常的吃野区发育。对，因为这套阵容跟他们上套阵容不一样，他们上套阵容有达摩、有西施、有稳定的先手。对，但是这把没有。这把想要先手你就看空空儿，但空空儿一旦先手失败，很有可能会被对面追着打。他这把也不是闪现，也不是晕眩空空儿吧？又是一个换边节奏，不过 UOG 他把下塔先推了，而上路的公孙离是没有推塔，直接传中，这上塔还留着。这么一看，这个经济慢慢的 UOG 领先越来越多了，毕竟左边还有个太乙呢。刚刚公孙离上路的1塔推的话，他可能会有个隐患，因为在中路的对抗上，快手没有对抗得过 UOG。他如果在上路强推那个1塔的话，他怕重阳直接给你带着人过来。看小乔一波闪现吹，想留人，但只吹起来了一个黄铁，不怎么掉血。然后上线又被 UOG 给带了，感觉快手这边线处理的有点慢了一步。不过下路，哎，这波带了个圆坦过来，真机再给个大招，但是圆坦可以拉走，他也在旁边做掩护。而上路的话，夏洛特是可以带一座防御塔。但这波飞赶过来之后，知道圆坦状态不佳，想要进行一波包夹，对，要打，看子阳怎么开吧。狂铁和飞都已经就位了，来了一个大招，正面夹过去，3种藏间。开起来，然后紧接着狂铁先进场，上去先吃了一波集火，飞过来给大招斩一下，他也赶紧给个复活，没有能够打过，最终句号和罗波相继倒下。那这样一来，中路的线公孙离还好是处理掉了，然后空空儿转到下路再给一波兵线压力，拖缓 UOG 啊，我觉得 UOG 这波看他怎么想了，他中路其实是可以给波压力的。孙二香先反红，也赚了。站在苏州快手的这套阵容，目前来讲的话，
长山 UG 抱在一起，太野还有一个复活在，然后在空空儿刚刚那一波技能放完，然后狂铁跟飞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进场的情况下，同时 UG 手里也是有技能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快手这边真机没大了，公孙离的输出跟不上，导致了这波狂铁上去强行跟飞打了波进场。对，公孙离也没有技能，狂暴也没有，这斩杀线根本不够，再加上太野还捏了一手复活嘛。小乔开个大招，公孙离也不是很好进啊。是，就核心位置补不了输出，这波有点强行。哦，这波晕到。是，但是自己被真姬的大招给回推了一下，然后紧接着打到残血，然后紧接着狂铁扛不住，被云里拿到了这个人头。但是真姬的消耗还是有效的。这条龙打不了，夏洛特目前对于阿蛋来说的话，继续去补经济。待会儿打团他就是战神。对。6400块，这狂铁上香8400了，关键是这个狂铁才4600啊！那秒这个狂铁确实是随便秒啊！对啊，顺手的事嘛。看中路又想要秒一下真姬，那真姬的闪现是跟小乔互换了。对，这样一来，这个局势对于快手非常不利啊，他团战很难打了。这个孙杨山经济有点太高了，他压了公孙离2000了，一个大件的经济了。然后现在飞的经济也不高。这条龙在有飞的大招的情况之下 ，UG 最好还是不要打。UG 最好在打人。是的，大招过去砸3个，然后再顶进去。空空给个大招，赶紧拆个火，他就是给个复活，给到了元坦。元坦站起来之后再被控一下，元坦还是倒了，但瑞瑞这个位置也倒了。怎么一瞬间 UG 被全部被团灭了？这一波句号也突到了后方，然后流浪的话也挂上了伤害，给到了后排。我的天哪，真没想到啊！一波 UG 有优势的团战，一波把自己给冲碎了。对，就是妖刀的公孙离这个位置也没有人可以管。然后在团战里面的话，你在冲击的过程当中，你也被流浪、被真姬伤害拉满了。对，被真姬一直在打，然后这个飞在这旁边一直在盯着。不过这一幕确实在 UG 身上看到过，在1阶段的比赛当中，他们确实有的时候会打得非常急。然后优势的团也能打出，这也是刚刚那个教练说到的话题嘛。我们先来回看一下这一波，他们知道不能跟对面拼龙，然后冲着人去了，然后所有人都突进去。这个位置太野的复活已经给出去了。你看此时的飞进龙坑，飞进龙坑是连孙尚香带龙一起收的。对。就夏洛特的进场也是被子阳第一时间大招给拆了，所以阿蛋也没有能够第一时间给到苏州快手一些压力和威胁。这波经济差反过来了，这完全就是刚刚 DZC 教练说的那些东西。10分钟前我们不打，我们发育。10分钟打一波，对，冲一波炸啊！真没想到啊！但这不是 UOG 想看到的。当然啊。他这波是势在必得的，觉得他怎么着怎么打都有优势，但没有想到是冲了着急之后前后排也脱节了，也没有冲到对面，冲死对面的 C， 对，自己家的 C 位一瞬间被秒了。他们的整个团战阵型刚好子阳拦在了中间，就是你远坦过去了之后，子阳一个大招拦在中间，你原本从蓝区想要包抄过来的夏洛特变成了一个正面的夏洛特，而且其实他那个目的性也挺明确的，感觉快手一瞬间就反应过来了，瞬间往后一拉，是往这个中右草一站。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，他这阵容还能打，是能打。他只是经济被反超了一些，但是没有经济拉得很大。上波让飞的经济起来了，但射手对不上经济，孙尚香经济还是很高。带着上路的大龙兵，把高地破掉。但是呢，这个点他不好处理的一个英雄是真姬了。真姬现在马上4件套了。冲进去，空空儿从场前转起来，一波起火把孙尚香第一条命给打了出来，然后紧接着站起来之后翻滚走了，拉扯出去，而句号的飞被激活在了人群里，让夏洛特收到了这个头。那这样一来，飞倒了，但是 UG 3高又是被破了。他们就算把这波线过完，他还得再把下一波线抢到的话，他才有一个主动进攻的节奏，要不然就是这波线过完之后直接藏视野找机会，继续抓快手掉点。要不然就赶紧把上线处理一波，优先处理一波上线，然后等暗影暴君刷新，直接过去抓龙，然后逼对面过来。看一下 UG 是抢中，他没有把上线伤害占比51.4%的真姬，
因为他上波关键的龙团一波伤害打了对，一波1万多，对，一波伤害灌满了，分均伤害11000多。告诉大家，这个分均伤害11000多是什么概念啊？是一个干将莫邪的伤害。是这样的，就通常干将莫邪在鼎盛干将莫邪版本，也就是18年的那个时候，一个干将莫邪在联赛里面能够保持这个分均伤害1万以上的数据。那是一个长手带爆发的法师，对，这是一个怎么说呢？手也不算短吧，但是是一个折磨流的法师。对，折磨了分均11000的输出，可见你只要 UOG 多折磨。开不到我这个弹就一直在打伤害。这波又想往前冲，又没有连上啊。是的，被甄姬的一技能在旁边拆了一下。那这样龙没了。是。太乙的冰甲也用过了。流浪在这个版本真的是打出了综合的效果。他上之前那场比赛的嬴政，给黄超在评论区都打站起来了。要重铸中路荣光了。这把这个甄姬给 UOG 的人打的都快戴上痛苦面具了，真的是折磨。他就挂个1，挂个2放在这儿，谁敢过来呢？都不好过来。如果你想冲，又会吃到甄姬的大招。来了，上去空空儿给大转起来，甄姬往这里被秒了，是的，被公孙离给点掉了。他也没复活了。那接下来快手要打一波呀！他没想过这一波云离会这么快死吗？红莲斗篷加上永夜守护，扛不住。对，带着暗影暴君 buff， 他直接给秒了，重阳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太乙上去，闪现往回退。是的，如果不打的话，就要被兵线运起来一波了。小乔直接被秒掉，飞可以过去点加了，妖刀还在输出，拿到了双杀，然后紧接着把水晶给击破，让我们恭喜苏州快手。这把 UOG 在执行主教练的策略上做得不错，只是说10分钟前做的挺好的，10分钟